天我要用豆腐和高丽菜来做一道家常菜料理。天气越来越凉爽了，在台湾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可以在天气冷的时候吃到很甜很脆的高丽菜，尤其是高山上的高丽菜特别好吃。所以今天我就要来和大家分享高丽菜煎饼搭配素食的葱盐酱。我会用什么来代替青葱呢？等一下来告诉大家。做菜前先来和大家分享，频道现在有了超级感谢的新功能，大家可以用第二支持巴拉妈，让巴拉妈可以做出更多不一样的新食谱、新影片跟大家分享。嗨，大家好，我是 Kissy 巴拉妈。看影片之前，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先按下订阅，订阅是免费的哦，还有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我的最新影片。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豆腐和高丽菜做这道家常菜料理吧。准备300克的高丽菜，切成细丝。台湾有四季之分，每次一到冷天气的时候，就会想吃火锅或是喝热巧克力的。高丽菜清洗好了，现在来切细丝。我在台湾生活久了发现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吃火锅的时候，高丽菜永远是不会少的。而且是给很大一盘，或是买便当的时候90%以上打开来里面就是会有炒高丽菜。渐渐的我知道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喜欢吃高丽菜了，因为台湾的高丽菜真的很脆很甜。高丽菜喜欢冷凉爽的天气生长，属于寒带蔬菜，在中温度大概在15度到2度最适合。把高丽菜放入大碗中，在台湾冬季几乎到处都有产区，是非常普遍的一种蔬菜。夏天的话，台湾也有高丽菜，大部分是梨山、高山地区有生产。把高丽菜用盐巴腌软，准备一个冬粉，用热水泡软。准备3个青江菜，先来拿去清洗。青江菜洗干净了。清洗的时候可以用指腹这样子搓洗，泥沙就会洗起来了。现在来切碎。韭菜是5星素的其中一种蔬菜，所以可以用青江菜来代替韭菜。把青江菜放入盘中，准备一个杏鲍菇，把杏鲍菇先剥成细丝。杏鲍菇可以模仿肉的口感，所以我很常用杏鲍菇来代替肉。把杏鲍菇排整齐，来切碎。把杏鲍菇放入盘中，冬粉泡软了，取出来。冬粉沥干水分后，把它剪短，可以了。高丽菜腌出水分来了，给它挤干。锅内倒入适量的油，把杏鲍菇放进来炒香。炒到现在，你可以看到杏鲍菇有释放出一些水分来了。这时候放入冬粉，快速翻炒，大约略炒一下。现在来调味：半茶匙盐，1/4茶匙白胡椒粉，1/4茶匙糖，素蚝油1汤匙，酱油1茶匙，乌醋1茶匙。把调味料炒匀，炒香。大概炒了3分钟左右，味道都融合了，可以关火起锅。把炒好的冬粉和杏鲍菇放进高丽菜的大碗中，青江菜放进来，1/4茶匙盐，1/4茶匙白胡椒粉，纯素味淋1茶匙，酱油1茶匙，一点点的姜黄粉，2汤匙麦片，3汤匙面粉。200克的豆腐，我通通都一次过放进来，先搅拌一下，等下再来把豆腐压烂。豆腐很快的就压烂了，再来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了，我觉得还需要再加一些面粉和水，让它变得更粘稠一点。再补3汤匙面粉，3汤匙的水，继续来拌匀，全部都混合均匀了，这样子就比较有粘性了，而且搅起来有湿润感的感觉。可以来去煎，锅内放入足够的油。把馅料弄成一个圆圆的形状，压一压，可以放到锅内了。再来做一个，不一定要特别圆，就是一个块状的感觉，块状的形状。压一压，再推一推。就可以进锅了。放进来之后，再给它塑形一下，让它慢慢先定型。第一片放进来的已经快要定型了，每一个都收好边，用刮刀推推看，感觉有定型了，边边也有焦焦的，就可以给它翻面。先给它铲一铲，可以移动之后，快速的翻面，它就会很完整。这最后一个放下来的感觉还有点不固定，先来翻这个。另一面再让它煎成金黄色。另一面煎成金黄色了，关火取出。这是我们家阳台种的9层塔，今天就用9层塔来代替葱，做葱盐酱。把9层塔摘下来，自己种的要注意看看。有没有这种下面就会比较是枯黄色的，就不要了，挑上面的。来把9层塔拿去洗，9层塔洗干净了，把9层塔切碎，把9层塔放入碗中，放入1茶匙盐，把油烧热倒进来。让9层塔激发出香气，现在给它拌匀。高丽菜煎饼沾这个酱就会好吃。来试吃素高丽菜排，今天做了葱盐酱。把它沾一点上去，好湿润哦，很好吃。9层塔的香气很香，还可以吃到冬粉 QQ 一条一条的口感，好美味。它味道如果没有放9层塔的话，这个素食葱盐酱的话，我觉得会有一点像大阪烧的味道。大阪烧之前我有在影片分享过，那一次就是有加了山药泥下去，让它更粘稠。那这次就是也可以算是简易版的大阪烧，还有我做小片一点，很好吃哦。我觉得可以吃4、5个，太香了。高丽菜脆脆的，好吃。几样材料就可以做出来了，可以当孩子们的早餐。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分享、按赞、加订阅，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追踪 Facebook 和 IG。我们下道料理见，拜拜。好吃哦。